夏芊芊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什么鬼？我不是在熬夜刷小说，攒200块钱国庆奖金吗？才攒到一半，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夏芊芊，你顶着夏家千金的名头享了20年的清福，现在我亲生女儿小媛回来了，该你报恩了。别说那霍石景是躺了半年的植物人，就算他再躺个10年8年，今天你也得给我嫁。姐姐，我求你把刀放下吧，我和妈妈看得心慌。你倒是哥，把自己捅死，一了百了。小媛，没事吧？夏芊芊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夏家，你叫她夏小媛，那我是夏锦锦。Oh my god！ 我这是穿成了刚刚看的那本狗血文里给植物人冲洗的炮灰假千金，而她是女主真千金。夏家现在非逼我嫁给出车祸成植物人的霍石锦，可原著里我嫁过去1个月，霍石锦就被原书男主思然暗中害死，接着霍家破产，我替霍家背负巨债。姐姐，这张卡是我刚回来的时候爸爸给我的，密码是我生日，你拿着，等到嫁到霍家的时候再用。一言不合就给钱，还有这好事儿？谢啦，我的好妹妹。还是我亲女儿小媛懂事。姐姐，你这是想通了吗？要嫁去霍家了？我想想，继续留在夏家，我怕是没好日子过。要是嫁给霍石锦，那我就是豪门阔太，有花不完的小千金。就是霍石锦快死了。姐姐，嫁？干嘛不嫁？嫁给植物人多亲切。只要我能想办法保住霍石锦的小命，思兰就动不了霍家，我就能当稳我的豪门阔太。才还寻死觅活的，怎么说嫁就嫁吧？亲近，哼！等你去了霍家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夏家还真把这假千金塞过来了，大喜的日子就给他穿成这样。冲洗罢了，霍少躺了有半年了，谁会乐意让自己的亲闺女来遭这份罪？就是，就他那呆样。李太太，你喉咙不舒服吗？需要我叫人帮你倒杯水吗？今天是我霍家娶媳妇，不管谁进门，站在这里的就是我霍家媳妇儿。各位是客，主人家的事儿最好少操心。开始吧，别误了吉时。是，夫人。该怎么做，管家会告诉你，跟着做。这婆婆好像还挺护犊子的呀。李成送新娘入洞房。看，这是我哥，帅吧？确实帅，不愧是我老公。夏锦锦，你以后是住这间还是住隔壁间？隔壁间也收拾好了，看你意思。我还是住隔壁间，我怕住这里影响石锦休息。但我保证，要是有事，我立刻马上就过来。也好，
按剧情，这家伙还有1个月的命。我想起来了，思兰让人在药里下了毒。让开！夏姐姐，你干什么？医生，医生！妈，这药有问题。药怎么了？药有问题？好吵啊！谁在喊？眼皮好沉，动不了。这药的确掺了其他东西。什么？是你！抓住他！夫人饶命啊！是有人逼我的，给了我10万块钱和1包药，我不知道是谁。带下去问清楚。化验结果出来了。怎么说？输液瓶里掺了神经抑制剂，长期使用的话会导致呼吸衰竭。查，一定要把陈妈背后那个人给我找出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老谢，这次可多亏了你了。是少夫人警觉，不然再晚2天，神仙都难救。晶晶啊，你是怎么知道那个药有问题的？也许是直觉吧。不管怎么样啊，你刚嫁进来就救了石井一命，你就是我霍家的福星，是我的好儿媳啊！儿媳妇？我什么时候有老婆了？果然不愧是霸总文里的标配。哇哦，这胸肌，这腹肌，这孩子干什么？我妈还在呢。石井啊，你快点醒来呀！看看妈给你找的好老婆呀！我也想现在睁眼，把这个好死女人赶走，可这身体不听使唤呢。哦，对了，锦锦，来，我把石井用的卡密码改了，以后该你用了。你们年轻人啊，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啊，你不要给石井省钱就是了。哇，短剧里常见的至尊黑卡，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夏锦锦了。谢谢妈，也谢谢你，老公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夏锦锦，是你老婆。老公，我又没承认，见钱眼开的女人。妈，霍石锦她手动了。这呀是正常的现象，以后你习惯了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以后啊也不用整天守着石井，你想出去逛逛就出去逛逛啊。啊，石井这儿你不用担心，我让燕之啊加强安保，以后不许让任何人靠近石井。妈，我觉得这样把石井保护起来，反而更容易让那些藏在暗处的人有机会下手，防不胜防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不如大大方方的让那些藏在暗处的老鼠知道石井没事，这样他们才会狗急跳墙，露出马脚，更方便我们找到他。这女人还算有点脑子，但想做霍石锦的女人还不够格。锦锦，你这个想法有道理。那我有时间推石井出去逛逛街，晒晒太阳。你带石井出去啊？这他的身体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我刚问过谢医生了，他说他身体没问题的，而且更方便让我们俩培养感情嘛。谁要跟你培养感情啊？不过能出去晒晒太阳，确实也挺好的。好吧，那多派几个人跟着你，把石井照顾好。还有啊，多买几身漂亮的衣服给自己啊。好，
老公，明天我带你逛街去。逛街？推着一个植物人去商场，夏金姐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老公，今天我们一定得好好逛逛，给你也买一件怎么样？我一植物人能买什么？无聊。老公，你看那件怎么样？适不适合我？你不知道我没法睁眼吗？夏金姐，你故意折磨我是不是？姐姐，姐姐，真的是你啊！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从夏家出去的千金呀！推着个活死人出来逛街，我就说了，进了霍家门也是保姆的命。还好思兰哥帮我摆脱了这个植物人，又帅又有钱又怎么样？等霍时锦一死，霍家倒了，我就是思家少奶奶。姐姐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？霍家现在每个月给你多少零花钱啊？够不够花？要不我再给你点啊？妹妹，你来的正好，这消费实在是太高了。你要是能给我点，那再好不过了。让让。还想花我的钱，想得美！我看你怎么出丑。哼，霍家连儿媳妇买衣服的钱都不给，等着明天和霍家一起上热搜吧。夫人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夫人，她也配？她不过是霍家的保姆而已。老公，你觉得这件颜色衬不衬我？夏金，你够了！要是能动，我第一个把你丢出去。这件呢？老公，你说句话呀！闭嘴！等我醒过来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和你这个女人离婚！离婚！喂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听见没有？她不过是霍家的保姆，推着霍少爷出来装少奶奶呢。你们要相信她真的能付得起钱，小心砸手里。这位女士，我们认得霍先生，夫人看中的款式，我们店都可以提供签单服务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打着霍家的名头签单呢？万一霍家他不认账，那最后麻烦的还是你啊！要不……对，妹妹，你刚刚不是说要再给我点钱吗？这些我都很喜欢，你帮姐姐全都付了吧。夫人，这3件衣服的总价是238万，请问这位小姐是现金还是刷卡？238万，姐姐啊，我的卡里可能没有这么多钱。夫人，签单也可以的，很方便。不用签单，刷这个。怎么可能？这卡，你怎么可能有这种卡？这种级别的黑卡，我也只是在思兰那见过的。你才嫁进霍家1天，霍家怎么可能给你？假的，绝对是假的，霍家不可能给你。吵死了！两位大哥，把这2位客人给我请出去。姐姐，怎么能这样啊！夏姐姐，竟然瞒我们！夫人，这些衣服都包起来啊。好的，夫人请稍等。这俩人不出现，我还想不起来。我嫁给霍家，霍家可是给了夏家南城一块地当聘礼。这块地在原书里半年后会因为新地铁规划暴涨，最后被思兰低价弄到手，成了打击霍家的重要筹码。老公，之前霍家给夏家的聘礼，就是那块南城的地，我们把它收回来好不好？算了，跟你说也没用，反正你也听不见。收回南城那块地，夏家的确不值得那块地。哼，这女人，她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草包。
你算什么东西嘛？拿了一张不知道什么的卡，就敢让保安把我丢出来，他以为他是谁啊？宝贝儿，别气了，她不过是一个个攻击拜堂的冲喜新娘，有什么好得意？你不一样啊，等你跟四二少爷的事情成了，不比他守活寡强百倍啊？那是当然。就是啊，所以咱们眼光得放长远点儿。过2天是4大少夫人的生日宴，你可要好好表现啊！哎，晶晶，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妈？听说你在商场碰到夏家那对母女了？妈，您不会怪我扯着霍家的虎皮狐假虎威吧？傻孩子，妈为什么要怪你呢？你在商场做得很好，没有啊，让别人给欺负了去。我们霍家的儿媳妇就该这样。以后啊，你不要一个人独自受委屈。如果有什么事啊，跟妈说，妈替你做主。谢谢妈。对了，我也有一件好东西要送你。噔噔噔噔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哇，晶晶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你这傻孩子，只要妈妈喜欢，花多少钱都值得。其实给您买这镯子之前，我自己已经买了1000多万的衣服和首饰，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妈很喜欢，很喜欢。哦，对了，晶晶啊，过几天就是4家大少夫人的生日宴，请柬也送来了。往年都是我去，今年也该轮到你这个霍家少奶奶去露露脸了。4家大少奶奶，原书男主思兰的大嫂。对，司董事长年纪大了，现在都是大房当家，你呢代表我们霍家去，礼数到了就行。妈，那个我能推着师姐一起去吗？有她在，我更有底气些。行，有你照顾师姐，妈放心。师姐，她竟然出席宴会了。夏锦锦嫁给霍家之后，好像变得不一样了。霍少夫人气色真好，比在夏家时亮眼多了。欢迎你，霍少夫人。4少夫人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霍少夫人能来，我很高兴。4少夫人好漂亮，比我漂亮多了。霍少真是好福气，霍少夫人人美声甜。哼，你们就商业互吹吧，我这几天都快被这个女人给气死了，折腾散架了都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男主，长得也一般般呢。男主，这女人在说什么啊？真是命大，车没撞死你，下毒也没毒死你。这推着一个深度昏迷的病人出来应酬，这到底是来贺寿，还是来折磨病人的？你是在跟我说话？姐姐，思兰哥他说的话你得听，快带霍少回去吧，他现在这样太危险了。难道你是想让霍少故意出意外，让我们夏家下水吗？4二少，你的脑子要是跟你的长相一样正常就好。霍少夫人还是不要逞强的好，谁都清楚，你拉着霍总出来，就是给自己撑面子。可霍少能不能醒过来，还另说呢。什么叫逞强？4二少有多少资产，还是黑卡能够随便刷？如果不能的话，那你现在是不是也在逞强？说的不错，这并不能代表一个男人的成功。那有什么代表？如果这都不能代表，难道是在床上跟你
看着好像也不太行嘛。我记得原书中男主思兰是个秒男，得靠吃药才能坚持半小时。夏金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也不注意场合，什么话都说，霍家的脸面。唉，我老公有钱有颜，只是暂时昏迷，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，至少现阶段不必担心有人管着我，或者有人跟我抢他。我想刷黑卡就刷黑卡，想几点睡就几点睡，你说对不对啊，老公？甚至啊，我还可以偷偷找几个有腹肌1.8米的男模出去乐呵乐呵。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啊！这女人还要脸吗？我能动了？哦，是啊，夏姐姐就这么想着我。你就这么想找男模？你怎么醒了？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嗨，你可能还不认识我，我是你的新婚妻子夏晶晶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认识我而感到高兴？总之，我是非常高兴认识你的，我亲爱的老公。这张清纯可爱的脸，倒是配得上霍太太的身份。可惜就是长得这么嘴，还长得跟无法无天的胆儿。我昏迷这段时间，你替我享受生活，当真辛苦你了。又是黑卡，又是找男模，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啊！刚刚他都听见了，这也太社死了。过奖了，老公，我这不是为了自己让你早点康复吗？你看，效果立竿见影。至于辛苦嘛，哎，推着您这位重量级人物满世界跑，确实有点费力气。不过刷卡的快乐足以弥补。天哪，霍少真的醒了！被老婆的豪言壮语活活气醒了吗？不是说霍少的病情只有100万分之1的清醒的可能吗？怎么可能？车祸加神经抑制剂都没弄死我，霍世杰，你为什么要写？我的计划全乱了。霍少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，恭喜你霍少重获新生，恭喜你晶晶守得云开。那个回家。啊，这么快？别呀！嘿，好戏才刚开场，主角就退场，多没意思。温楠姐，我家这位呢大病初愈，脾气见长，我们就先撤了，改天再聊。我还有悄悄话没跟你说。温楠姐感觉人还不错，关于她儿子司豆豆将来会被绑架的事，我得找时间给她提个醒。这姑娘真是胆子大的可爱。霍少刚醒，晴晴怕是有了事儿，不过看她这样，未必会吃亏。好，路上小心。霍少您过。霍少苏醒，实在是我云城商界一大幸事，恭喜恭喜！只不过我的主人还没到场，你就急着带夫人要先走，这传出去，未免让人会笑话我们司家怠慢了贵客。待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令弟的待客之道，着实别出心裁。当着我这个昏迷丈夫的面，对我老婆指手画脚。言语之间还暗示我命久矣，这份盼我早死的心，我霍世杰定然记于心。就是，他们还说我推我老公出来是在折磨他。老公，你看，他们不仅咒你，还污蔑我对你的一片深情。深情？这女人的深情，就是推着植物人的我逛商场，当着全城名流的面说要找男模。姐姐，思兰哥他不是那个意思。霍世杰醒了，虽然坐轮椅，但气场太强了。思兰虽然现在明显被他大哥压着，
但也很有潜力啊。思兰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向霍少夫人道歉。霍时景，你得意什么？南城那块地，我这几天就要弄到手了，到时候你和思远都得给我趴下。司二少似乎不太愿意，还是我霍时景配不上你的道歉。思兰，难道你要让司家为你的错误买单，承受霍氏的怒火吗？对不起，霍少，还有霍少夫人，刚才是我失言了，还请您二位见谅。老婆，听到了吗？他在跟你道歉，诚意够吗？够的话，再让他鞠2个躬，或者写份万字检讨书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这个人心胸宽广，不爱计较这些。不过，麻烦司二少下次说话前过脑子，毕竟不是谁都像我老公，心胸宽广，被别人咒了还能心平气和的听他道歉，对吧，老公？是的，走吧。OK。霍少夫人，慢走。思兰哥，你没事吧？还是霍时景比较有身份地位。不行，我才是应该站在他身边的人，必须想办法让夏晶晶滚蛋。欢迎少爷、少夫人回家。少爷，少爷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好久不见，陈叔。石景，儿子，我的好儿子，乖儿子，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唉，真够累的，一天天拖着个轮椅的病人，果然这活不好干。对，看我这个人，石景啊，你能这么快醒来啊？一定是靠了君君的功劳，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他。怎么谢呢？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我婆婆可真好，豪横，不知道她准备奖励我什么，我不挑的，房子车子一样来6个，要是能有私人游艇、私人飞机，那就更美了。感谢他？笑话，妈，我要离婚。什么离婚？这怎么可以啊？石景，妈知道，妈在你昏迷的时候就这么稀里糊涂给你娶了个媳妇，你肯定无法接受。可咱做人要懂得感恩啊，不能忘恩负义啊。晶晶好不容易，她才让你醒过来呀。就是，你这简直就是恩将仇报、卸磨杀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妈，照你的意思，我得让这个女人继续当我老婆。当然啊，简简是个好女孩，妈希望你们以后好好处处。处处？不可能，妈，你是不知道我今天怎么醒的。在私家宴会上，我是硬生生被他气醒的。再跟他处下去，我怕我又被气昏过去。嘿，你这人！晶晶啊，你对于石景的控诉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没有，婆婆好温柔啊，这样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回怼霍石景。啊，那我明白了。快擦擦，把妆都花了。谢谢妈。妈，霍夫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跟你说我快被他气死了吗？那你现在死一个给我看看。这还是我亲妈吗？死不了吧？死不了就少给我提离婚。以后啊，你们要好好相处，我还等着抱大胖孙子呢。抱孙子？抱孙子？哎，别慌别慌。要给他生孩子，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吧？晶晶啊，你不愿意啊？完了，我就想着在霍家当富太太，没想着给霍石景生孩子呀。和她这种贪财好色的女人相处，还生孩子，想都别想。贪财，这我可以理解，可好色这……晶晶啊，你是怎么让我这傻儿子看出来的？他刚醒才没多久吧？姐姐，你该不会在推他的时候，他偷偷摸摸的……够了！
这话题都偏到哪儿去了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他夏锦锦没脸没皮，在宴会上。停！霍师姐，你听，什么声音？夫人，是夏家大小姐，就是那个夏家的真千金。我知道他来干什么？该不会是看诗景醒了，想着还能怎么样吧？原书中并没有这段，但以夏小妍这小白莲的性子，肯定不会放过池塘里的每一条鱼。她之前不过是嫌弃这男人是个植物人，可现在他醒了，那见不见？他不见，我见。皇上您好，我是夏小媛，是来找我姐姐夏锦锦的。请问，她人呢？怎么没见着她呀？那个女人啊，她出去了。那女人，霍少喊夏锦锦叫那女人，看来霍少也不是很满意夏锦锦啊。有信，既然我姐姐不在，那我就不多打扰霍少了。霍少，你好好休养。等等，这欲擒故纵的做派，我要是不配合，还真说不过去。我刚睡醒，还有点晕。要是夏小姐不介意的话，可以陪我在院子里逛逛。这可是个好机会啊！行吧，那我就当是帮我姐姐忙了。夏小姐要是累了，可以休息休息。不累。霍少，平时姐姐推您肯定更辛苦吧？她性子急，做事有时候毛躁。毛躁？何止是毛躁，简直无法无天。霍少，你是因为宴会上的事情生姐姐的气吗？姐姐她以前是爱玩了一些，说话也没个分寸，但霍少，是我多嘴了。这夏小妍从一开始说的都是夏锦锦的好，实际上全是在说夏锦锦的坏话。看来夏锦锦这女人在夏家的日子过得的确不好，那么贪财是过够苦日子了吧？对了，这个麻烦霍少转交给姐姐，是我和妈特意去寺里求来的，听说对身体好。哟，聊这么开心呐？没有，是霍少让我推他出来转转。什么霍少？这是我老公，你们家姐夫，对吧，我亲爱的老公？这女人又在抽什么风？亏我刚刚还在同情她在夏家过得不好。姐姐，你这刚嫁进来，怎么能这么花霍少的钱呢？这不合适吧？要是被别人看见了，指不定会说你是为了钱才嫁过来的。我老公愿意给我花钱，我管别人怎么说呢？反正这卡呀，在我手里面怎么都花不完，对吧，老公？老公对我可太好了。霍少，既然姐姐回来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思兰哥说里面可是装了好东西，夏锦锦啊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夏锦锦，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刚才……我刚才亲了你，还抱了你。霍大少不会没有被女人亲过吧？你以为谁都像你那么好色？我还可以更好色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你敢？霍大少羞涩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吧？霍师姐，我们谈谈。聊什么？离婚了？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离婚吗？怎么，同意离婚了？反正你又不行，只要条件合适，离就离呗。霍石锦这么想和我离婚，肯定愿意给我一大笔补偿费。等钱到手，我就远离这些剧情人物，去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美美当富婆。条件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只要同意签字离婚，我现在就让律师给你开张10亿的支票，够不够？ 10亿 ！Oh my god，这破天的富贵，我
行，不能离婚。锦锦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刚醒，脑子还糊涂。锦锦啊，你要愿意留在霍氏，愿意跟石静好好过日子，妈向你保证，妈向你保证，无论你生男孩还是女孩，妈都奖励你霍氏10%的股份，你看怎么样？10%，剩一个10%，难怪原主最后要背债。这股份拿得越多，将来霍家倒了，债主不找我找谁啊？哎，妈，您的心意我都懂，可是您儿子不喜欢我，现在又这样，也站不起来，这事儿也不能光我一个人说了算。又是这种虎狼之词，夏锦锦，你好得很。7.7。想起来了，原书里夏小媛送过顾夫人一条类似的手链，现在目标换成我了，难道思兰已经等不及了？这个手链哪来的？之前夏小媛来过，是说特意去庙里求的开宫安神手链，托我转交给她见见。既然如此，正好，那我们就演给他看，让他和思兰觉得咱们确实不合。我们本来就不合，那就吵得更激烈点，去房间里，这样他们才能听得更清楚。好，那你们年轻人的事我就不掺和了。这女人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？霍师姐，你把我当什么人？冲洗工具人？用完就扔，这才刚洗，你就要和我离婚？不然你以为呢？你真当我想娶你啊？要不是我妈拦着，早被赶出霍家了。哼，我才不会跟你离婚呢！瞧瞧你这腹肌，不愧是霸总，该凸的凸，该翘的翘，比健身房的教练还带劲。夏姐姐，你想干什么？反正又没离婚，不能吧？这女人演戏归演戏，你别！你这女人演戏归演戏，你别！你这女人也没个轻重，演戏归演戏，你别动手动脚的。你慌什么呀？反正又没离婚，我摸摸他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就算是把你吃掉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别胡说了，滚出去！果然是假的，霍时锦根本就不待见他。之前在私家宴会上这么维护他，都是装出来的。我就说夏晶晶配不上霍家少奶奶的位置。思兰哥，他们现在吵得都快翻脸了，咱们现在得趁热打铁，找机会曝光夏晶晶的丑事，让霍时锦彻底把他扫地出门。你这么上心，该不会是因为霍时锦醒了，你又觉得自己可以趁虚而入了吗？我怎么可能嘛？我都是为了帮你啊！那霍氏要是散了，司氏就能够完全托他的产业，你就能够完全的掌控司氏了。给你，把这个分10次掺进夏经理的食物里，他吃了就会依赖上这种东西，到时候他不听你的话头难。这东西真的管用吗？姐姐，你放心，这是我帮你。你先把文件给保管好，我得想一个好点的对策。什么文件？思兰哥，你看，夏锦锦他说他偷了霍时锦的商业机密文件。他倒是会找机会啊！你现在就联系霍时锦，截图告诉他，
就说要揭发夏锦锦偷文件。可我们不应该要先拿到文件吗？傻瓜，让霍石锦先知道他手脚不干净才好。他们内讧，咱们就等着捡便宜啊，比自己动手省事多了。喂，姐夫，我要揭发我姐姐。她刚才跟我说，她偷了你的商业机密文件，她还想让我帮她害你，我实在看不下去。你有证据吗？我有，我现在就把截图发给你啊。好，你先约他私底下见个面。霍世锦，你终于还是上钩了。姐姐，你怎么能真的把文件带出来啊？快还给姐夫吧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小袁，你怎么把他带过来了？你不是说好帮我的吗？夏锦锦，拿来。我不，这是我的。姐姐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你拿着这个，对霍家，对你自己都没有好处的。夏小袁，我俩可是姐妹，你居然这样害我！拿过来。姐夫，你看，这就是他的机密，这什么？体检报告、个人偏好，这算什么商业机密啊？夏小姐，这就是你火急火燎让我看了的机密。哎呀，我就是想多了解你一点嘛。你平时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我喜欢什么，我讨厌什么，你从来都不过问吧？看来你和你姐姐对我所谓的机密理解有很大偏差呀。家务事就别在外人面前献丑了，回家再算账。夏锦锦，你居然敢耍我，让我在霍世锦面前出这么大的丑，你给我等着！你这女人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什么东西都敢拿给外人看，下次是不是要把锦城大厦的收购评估报告也拿给外人看啊？你少冤枉人，我才没有那么傻。锦城大厦看似是个烂尾楼，以后可是个宝贝，我怎么可能把报告给别人看，让别人占了便宜去？锦城大厦，宝贝，霍世锦果然在秘密筹划什么？夏锦锦这个蠢货，到底还是说漏嘴了，这可是重要情报。喂，西兰哥，我告诉你一个重大消息，霍世锦他下一步正打算秘密的收购城西的锦城大厦。夏锦锦他亲口说的，说那地方以后是个宝贝，不能让外人捡了便宜。锦城大厦那破楼债务纠纷一堆，能是什么宝贝？消息可靠吗？千真万确，我亲耳听霍世锦，他埋怨夏锦锦，差点泄露了那个评估报告。夏锦锦他自己都承认了，霍世锦一定是发现了内容的价值，想要偷偷的独吞。立刻给我调集所有可用资金，给我不惜代价，尽快的秘密收购锦城大厦。必须要赶在霍氏前面全部拿下。霍师姐，你想偷偷吃下的肥肉，我这次就让你连味儿都闻不着。等大厦到手，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你没事整理这个干嘛？还拿给夏小媛看？我了也。你是对我想要了解自己法律意义上的老公有意见？夏锦锦，你之前不还天天嚷着说要离婚拿钱走人吗？怎么突然开始收集我的兴趣爱好和身体状况？怎么，这是不着急离婚了？谁关心你了？我只是十九，简简，我给你们炖了汤，我现在可以进来吗？进来了。每次都是这种关键的时刻就
那你们就趁热喝。哎，对了，刚才在门口听到你们在说夏小媛，她又怎么了？妈，说到这个，我还忘记跟您和师景说了。什么？昨天晚上我给夏小媛发信息，给她下套时，她情急之下问我是不是关于南城那块地。虽然她撤回了，但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又是南城那块地，妈，那块地到底有什么问题？这个嘛，我也不清楚，但锦锦和夏小媛总是提起他，应该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吧。反正我是相信锦锦的。你不解释解释？我解释什么？我就是特别喜欢那块地，没有想到夏小媛也喜欢。喜欢那块地，所以你想拿它做什么？难道真要我告诉你们，这块地在原书里半年后会因为新地铁规划暴涨20倍，却因为提前被私人低价弄到手，成了打击货架的重要筹码？当然是拿来修地铁的喽。个人修建地铁？夏金姐，你这话是没过脑子，还是你早就听到什么风声？哪有什么风声啊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妈，这夏小媛把手都伸到霍家家里都搞窃听了，所以啊，南城这块地留在夏家手里就是个祸害。妈，你千万得相信我。老陈，夫人，联系律师团和风控部，立刻启动对夏氏集团接收南城地块的全面审查。我要最详细的报告和法律意见书，现在就去办。是夫人。锦锦呀，你这么坚持这块地有问题，那妈就帮你好好查。该收回的，我们霍家绝不手软。四少，锦城大厦的收购出问题了，但那栋楼的产权债务纠纷比预想的复杂10倍，现在资金被套牢，烂手里了。收购前为什么调查清楚？我们只是能抢在霍氏前面，动作快了。死啊！算计了。夫人，初步报告出来了，夏氏集团确实违反了当初签订的赠与协议，于上个月将南城地块质押给了银行，融资了3个亿。果然，夏氏好大的胆子！质押？他们敢拿霍氏送的东西去换钱？质押了，居然比原书时间还早。夫人、少爷、少夫人、夏小姐又来了。他又来干什么？看他手里好像提了一份糕点，可能是给少夫人送吃的。这夏小媛是准备窃听器投毒双管齐下。夏姐姐，你的待遇真不错呀。让他进来看一看，不就知道？是。姐姐，你们年轻人聊吧，我回屋了。夏小姐，请。这份文件是霍氏的商业机密吗？姐姐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糕点。我知道你昨天从宴会回来之后就不太开心，吃点甜的，高兴一下。不用了，这种甜腻腻的东西我不喜欢。夏姐姐，对待客人这么冷漠，可不是霍家少夫人该有的样子。防人之心不可无嘛。某些人的东西碰了怕惹麻烦。姐姐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夏锦锦怎么突然这么警惕？这才1天，难道他就发现了手链藏了什么？够了，这毕竟也是你的一份心意，就放这儿吧。谢谢姐夫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多打扰了。家里有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不懂我为什么收下？干嘛？你喜欢吃这个？不巧，我也不喜欢。只不过我觉得看你不舒服，挺舒服。你是不是撑太久，心理出问题了？哥，你真的醒了？霍少，该做康复检查了。
这里有知觉吗？有微弱知觉，像蚂蚁爬。这个地方用力试试。发力时发沉，没有明显动作。恢复的效果还不错，每天要坚持打卡锻炼，1年之内站起来的几率保守估计有70%。知道了。哥刚醒，集团那些烂摊子，还有他昏迷这半年，股价跌了20%的事儿，现在到底该不该说？他能受得住吗？可瞒着也不是办法。请吧。谢医生，麻烦你帮我检查一下里面有什么成分。这是夏家小姐夏小媛送的，你检查检查。这狗都不吃，我怀疑里头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？啊，我记得咱货架是金宝不挑食的，连蔬菜都啃得不亦乐乎。这味道，这里面有微量的致瘾成分，但剂量不大，长期使用，慢慢会让人产生依赖，最后就离不开它了。早知道他就不安好心，但没想到蠢成这样，真当货架是他后花园，想动手就动手。他的蠢，好像都是针对你这个姐姐啊。你看这2次，窃听器、小蛋糕，好像目标都是你。我倒觉得他是冲着你货打上来，你刚刚的那个态度啊，让他觉得你一定会比我吃惊，所以他是想借我的手，让我中招。你们说夏小媛这一系列操作到底要干什么？那就看他到底是他自己想这么做，还是背后有人指使的。不太可能，夏小媛背后的人应该没那么蠢，估计是他自己犯蠢搞到小动作。那就是他想通过这些手段诱骗你，达到某种目的喽。难道这是和司家有关？霍总，霍总，你能不能别话说一半啊？你倒是说说，夏小媛想通过我达到什么目的？对啊，什么目的？真要我说，就比如让你拍艳照，让你审美。你是说夏小媛想要引诱我自己去找10个8个男模，然后对啊，就问你怕不怕？我怕什么？这不是正合我意吗？看来你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作为我霍时锦的太太，要是因为作风不正而被赶出家门，是要净身出户的。不仅之前答应你的10个亿不用履行，你找男模的钱还得你自己出。苍天呀，这是什么人间疾苦啊！男模离婚10个亿，我的天爷呀！嫂子，你也太狠了吧！果然，作为私人医生，就避免不了要听到一些豪门的心秘。可这霍夫人也太勇敢了吧！这才结婚几天，我看我还是先走吧。辛苦了。这局面汇报集团的事儿合适吗？有话就说，别在门口晃悠。哥，别磨磨唧唧的，找打。对不起，我辜负你了。在你昏迷的这半年里，集团出大事了。小表弟，你也太逗了吧！起来，把事情一五一十说清楚。哥，就是在你昏迷的这半年里，不仅咱们霍家的股份下跌了20%，据可靠情报，还有人暗中以低价大量收购散股。站直了！知道的，还以为我们霍氏倒闭了呢。知道了，哥。放出风声，致使霍氏股价下跌，再借机收购散股。原书中男主思兰前期用的不就是这手段？还有就是现在我们整个集团内部人心惶惶，有20%的员工都离职了，好多项目
都停摆了。最可气的是，有好多股东都在观望，要不要转让集团股份？真好，这些人真是长本事了，一个个的希望我复建，真是怕我躺着太舒服了，是不是？霍师姐，这些事的背后……够了，别说话。我醒的这几天，都在为你和夏小媛这点鸡毛蒜皮的事情费心，竟然对集团的事情不闻不问。霍师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到底几个意思？是我愿意见那个夏小媛的吗？还不是因为每次你自己想看戏。再说，你以为南城那块地是什么小事？那未来可是……编，接着编，这块地能值多少钱？5个亿，未来顶天了翻10倍。那你知道霍氏现在市值有多少吗？当谁不知道呀？那书面上记录了，光你霍少、霍石景个人身家就超1000亿。我说的是集团，不是个人。你这个女人看事情怎么那么浅薄呢？我浅薄？就浅薄吗？你了解霍氏吗？你知道在云城这个地界，我们有几万员工，5亿、10亿，暂时又算得了什么？5亿、10亿算不了什么。行，您是大总裁，要养员工，心存大义，要舍小利。我是小女子，我比不了，我拜拜了您嘞！果然是脑残小说里的脑残总裁，身家上千亿就不把5亿、10亿放眼里。姐不伺候了，姐找温暖去。表哥，他跟我说什么？嫂子说他不伺候了，要去找私家大少夫人。谁在乎他去哪儿了？我说他上去。哥，您耳朵又没聋，他说的什么还用我说？胆儿肥了，敢骂我？还有你，立场也不坚定，居然喊一个贪财好色的女人嫂子。不是哥，我的亲哥，是你让大姨当集团总裁的，整个霍家上上下下，大姨最大。再说了，她认可的人，我皮痒了敢不叫她嫂子吗？这女人说不通，不可理喻。哥，你说这话我可不同意了啊！嫂子一进门就救了你一命，你现在能醒来这么快，都是她的功劳。好了，你能不能别提这个女人了？给我说说集团的事儿。怎么了？不是说好不想其他的了吗？怎么又开始唉声叹气了？还不是因为霍世景，一天天的净会气人了。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，不知道吃没吃晚饭。你呀，还是老实跟我交代清楚，到底你是真想当个咸鱼贵妇好呢，还是当个合格的霍家少夫人？当然是咸鱼了。你看我们现在这样，多快活啊！行吧，那你自己想好就行。就是说，凭什么呀？我穿书一场，可不是过来当受气包的。夏家人、夏小雨，还有思兰瞧不起我也就算了，我那植物人老公也来瞧不起我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不蒸包子也要争口气。燕之做事毛手毛脚的，那女人虽然动作也粗鲁，但照顾我还算细心。我现在大病初愈，只能吊点滴吃流食，又饿了怎么办？水香给你打电话，问他这么晚回来是干什么了？什么？打电话。哥，是嫂子啊。嫂子，你问他这么晚回来是干什么了？会不会是他想打电话来关心关心你，还是说他给你打包什么好吃的？这女人会有这么好心？气死我！不谢天谢地，就算打包回来，她也只会吃给我看。越说越饿。夏金姐，你这女人能不能快点回来？喂，嫂子我哥他还好啊。哎，没有，他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他居然会关心我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没问题，我回头好好给你介绍介绍，包嫂子你满意。哎，
哥，要我说，你真误会他了。我觉得他还挺有上进心的。怎么回事？你胳膊肘还往外拐？他刚刚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嫂子，他说他不仅要学商业知识，还要学公司管理，还问我有没有那种听起来让人不打瞌睡的速成班报。报那种不打瞌睡的商业速成班，好像是他的路。喂，哪位？晶晶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早打扰你，我临时有个急事，必须马上处理。豆豆他上学快迟到了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送豆豆去幼儿园？司机今天刚好也请假了。温姐姐，送豆豆上学？司豆豆，书里思源的儿子，后来被思兰暗中安排人绑架撕票了。他是思兰彻底掌控思家的关键。是啊，就在思家别墅门口交接就行了，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。真的拜托你了，晶晶。没事儿，温姐姐你别急，我去接他。妈妈，申满又要迟到了。豆豆，你妈妈临时有事，让我来接你。你是谁？我又不认识你，我才不要让你带我去学校。我是你妈妈的好朋友。你听，是她让我来送你的。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送豆豆去幼儿园？这俩人很不对劲，果然是来绑司豆豆，可是怎么会是现在？书里明明是思兰拿到南城地块，思源不肯放权才动手的。难道是因为霍家开始着手收回南城地块，逼得思兰狗急跳墙了？人外天生，把他交出来！你别过来！你想干什么？交出来！豆豆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找死！豆豆，我要放开我！豆豆，我要放开我！妈的，松手！豆豆，我要放开！我去！爸爸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儿子！走！豆豆，你没事吧？吓死妈妈了！晶晶，醒醒！不行，得赶紧叫救护车。哥，城西项目资金还卡着，股市也还棘手，今早又下跌了1%，散户抛盘太凶。喂，文暖姐，怎么了？燕之，晶晶出事了，在自家别墅门口被绑匪推倒，额头流血昏迷了，绑匪跑了，我已经叫救护车了，你们快过来！什么事？哥，是文暖姐，她说嫂子受伤昏迷了。哥，你能站起来了？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赶紧去救人！怎么还没醒？医生说是因为失血过多，外加轻微脑震荡，人没有大碍，就是得好好休息。对了，哥，绑匪没跑远，刚跑出思家别墅那条大街就被警察给逮住了。抓到幕后凶手了吗？还没有，人嘴硬得很，一口咬定是因为缺钱临时起意。晴姐，你醒了，谢谢你，干妈。干妈。对，你救了豆豆，也是豆豆的生父母，我救你干妈是不错的。这臭屁的小孩，没想到还挺懂感恩的嘛。温暖姐，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，这平白无故的就多了个好大儿。我可没教他这个，但他认定的是改不了，你就受着。
不知道你是嫌自己命长，还是真伟大。我当时情急想不了那么多。王妃已经抓住了，不过还没招出受谁指使。要龙座真那么容易招供，思兰就不是这个世界的男主了。还有，你在昏迷的时候一直在喊思兰的名字，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思兰在这些事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哎呀，我暂时跟你们说不清楚，但请你们一定相信我，思兰跟这件事情脱不了干系。思兰她其实是我公公的私生子。思兰是我现任婆婆之前当小三生的儿子，她一直期待霍家总裁的位置。我老公思源看在我公公的面子上，一直维护他。霍少，对不起，这事连累到霍少夫人了。就算没有这个事儿，思兰也不会放过我和霍家。你又在瞎琢磨什么？没有啊。豆豆，我们该走了，让晶晶好好休息。干妈，你在这里好好休息，我过几天来看你。签了他，等他回到霍氏手里，以后就归你了。那夏家呢？夏父偷税漏税，工程上偷工减料，还跟奥商签了所谓对赌协议。就算没有地块的事，夏家也早该破产倒闭了。那夏家能蹦跶到现在，该不会是因为这桩婚事吧？是啊，就是我妈相信了算命先生所谓冲喜的说法。你觉得云城还有谁能救得了夏家？没戏！最厌恶他们的我，居然渐渐成了他们的保护伞，真是讽刺。哎呀，我现在脑子有点乱，过几天再签吧。随你。哎呀，琴琴，吓死妈了！你还疼不疼？其实啊，我早就想去医院照顾你了，就是某人非说我是去了添乱。我就知道，妈你放心，我命硬得很，绝对长命百岁。你们可要我当是谁呢？我这是出院又不是出殡，上杆子给我嚎丧啊！姐姐，求你跟皇上说说好话，让他放过我们夏家一马。别拽啊！我这刚出院，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你要给我偿命啊！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再怎么说，我们夏家也养了你20年，你就这么翻脸无情？养我？上次让我替嫁的时候，也说养了我20年，该报恩了。这个借口用了一次又一次。你打算绑架我到什么时候？我不管，我是皇上的亲家，他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夏家冲上刺亡啊！是吗？我倒觉得人是相互的，想让人敬你，你得先敬人。这里面有什么？上次我出嫁的时候，某人骂我是丧门星，说霍家娶了个假千金冲喜，还说霍师姐注定是个躺尸的植物人。哦，还有这事。夏锦锦这死丫头手里还有证据，完了完了！我知道错了，求你高抬贵手，锦锦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我们！哪有什么录音？你诈你！哎呀，我不活了！大家都来看看，我含辛茹苦养大了20年的女儿，她一嫁进豪门就翻脸无情，哎呀，没法！这女人的病才刚好。陈叔，是。不了了，活不了！哎呀！南城地块附近几个仓库最近都被频繁租了出去，租户信息全都是假的，肯定是思兰又在暗中搞什么小破坏，让我们收了地也没办法用。我已经让验尸在查了。等他查，那地早就没有办法用了。本来上头的政策还早。上头的政策，上头的政策，你上次就要说拿那块地去造地铁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些什么？老实交代。我能交代什么？我要是说了，你能信吗？是，你这女人心思多，
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你的话不能信。那不就得了？照你们这个速度查下去啊，就等着霍侍卫知干马净。嘴里就没一句好话，再有添乱，就把你禁足霍家。越拦着我，我就越要查。思兰这招肯定藏着猫腻，禁足就禁足，谁稀罕看你脸色？仓库登记的公司是空壳，资金也查出来了，是想几个海外账户，但归属人不详。继续盯着，别掉以轻心。看好夏静静，别让她乱来。知道了，哥。在这儿，思兰关联公司用过的海外账户和仓库资金的账户，前面几位居然一模一样，都是以50L 开头的。喂，温姐姐，我想问一下，思兰最近去哪儿了？上周听我家阿姨说，好像去了趟工业废料处理厂，怎么了？我就知道。深更半夜找什么呢？还给温暖打电话？没什么呀，我都睡不着，想来书房找一找有没有闲书可以看，顺便问问温姐姐豆豆最近怎么样。哦，是吗？当然。好困，我先去睡了。让陈叔派几个保镖跟着他，别让他发现了。明白。哥，你这终于开始对嫂子上心了。啰嗦。思然名下环保公司的标识我记得，就那个破枫叶图案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哎，慢着！完了！千万别被发现了，这里面装的啥呀？一股怪味儿。少主吩咐了，今天晚上开始卸第12批货。知道了，这批货比其他的货都不是重，得多带几担好事。就这外形，说不是思兰谁信？报警呢？证据会不会不够？万一思兰跑了怎么办？霍少夫人，深夜来访是想要替霍石井探底的吗？上！放开我！你说霍石井要是知道你死在这儿，他会有什么样的表情？啊？你不是思兰，你比他老，眼神更加阴狠。你究竟是谁？思家除了思兰，还有谁跟他长得那么像？你该不会是思豆豆的爷爷，思氏董事长思海吧？霍少夫人，霍石井没告诉过你少管闲事吗？司董事长，你用强腐蚀性废料，就不怕环保部门查你？
就不怕思源知道玉你没有人性吗？赶紧放开我！别管我，救人！夫人，想跑？你松开！霍时晴怎么来了？手机坏了！松口！废物！给我追！站住！金姐，你没事吧？你知道今晚有多危险，简直胡闹！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要不是没有下次了。思海是幕后黑手，他亲口承认的。直接回家再说吧。霍时晴，我跟你说，先吃饭、洗澡、睡一觉再说。你听我说完，那是思源的父亲思海，我刚刚把他的右手给咬伤了，他亲口承认的，他想毁了南城地块。警方已经查封了仓库，相关证据也已经控制住了，地块暂时安全了。你放心，你今晚受的苦，我会白受的。哟，霍少居然知道给我盛汤了，还准备给我报仇，开心。废物，让你给他挖坑，次次都能被他反将一军。这次南城的仓库差点彻底暴露了。爸，我只想快点。快！霍时晴当初的车祸，还有上次的下药，哪一件不是我精心谋划才没留下痕迹？就你那些幼稚的手段，只会打草惊蛇。哎，妈，早上好。静静呐，妈正好有件喜事要告诉你，妈准备给你和石景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婚礼？什么婚礼？那得随多少份子钱啊？补办我和霍时锦的婚礼？为什么？我们结婚才不到半个月，这又要补办婚礼，会不会太离谱了？哎，上次就因为是冲喜，弄得太潦草，亏待了你，所以啊，必须要补办。不仅要办，还要办得热热闹闹、风风光光。可是霍时锦，他不是总想跟我离婚吗？都是我安排的，不过是走个形式，目的是引思海出来。这样啊，我觉得挺好。那流程得用浪漫一点的，场地就选露天的，阳光下些时多美啊！为什么昨晚看他浑身是伤的样子，胸口像是被石头压着，但看他现在眼睛发亮，那石头就碎了。你有必要那么认真？哦，你很奇怪啊，一个绝顶聪明的大总裁，想要引出四海，有100种方法，你为什么偏偏选择跟我补办婚礼？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老实交代，不然婚纱我可就要订最贵的了。我交代什么？你要买多贵的婚纱？不用跟我说。伴手礼就选高级定制香水怎么样？显得有格调。随便。那我可就全都按我的心意了。这女人倒真是乐此不疲。少爷少夫人，夏小媛小姐来访。夏家现在一团糟，他的亲爸亲妈都被起诉，暂时关押候审，他居然还有闲心思来霍家，我倒要看看他要做什么样。让他进来。请。听说姐夫喜欢收藏这一系列出版书，我托朋友好不容易找到的，特意送过来，给姐夫留个念想。有心了，总比某些人强。我的机会越来越大了，再加把劲。对了，姐姐，
我记得你大学时好像最喜欢参加联谊。听妈妈说，当时好像有个摇滚乐队的鼓手，哎，还有一个美院的留长头发的模特。当时你玩的可疯了，夜不归宿都是常事呢。姐姐，妈妈总不至于编瞎话吧？你说呢？夏大小姐，请先管好你自己。我霍家的事，我霍家的媳妇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乱嚼舌根。嬷嬷，我管家，送客，往后无关人等，一律拦在门外。夏小姐，请。宴会上他说找男模的录音本来没有，但我已经合成了，还有他大学时期的照片。AI 换脸，把他的头 P 在那些裸模身上，越下作越好。哎，光床照哪够啊？老公植物人，我找男模，乐呵乐呵。把这句话接在床照视频背景音里。买热搜第一，水晶带词条，霍少夫人真面目，植物人老公被绿实录。假的，别看。我知道都是假的，可是这也太恶心了吧？他们怎么能够……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你要像以前一样没心没肺才对。我尽量，但你能不能先告诉我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明天到公司还有一场硬仗要打，到时候自见分晓。你看他这样，是啊，他这样怎么配当老板？来了！霍少夫人，这床照真的是你吗？您对绿了植物人丈夫的回应有何回应？这种女人也配当霍氏集团老板娘？我要辞职，并索赔3倍工资。霍氏不能变成淫窝。石井，立刻把这女人送警局，和她离婚，否则我们集体撤资。就是，从昨晚到现在，热搜都上了9个小时了，再不补救，这霍氏股份就要跌停板了。今天，这照片倒是伪造的不错，就可惜啊，我没有这么好的身材。你们要是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的话，我想我老公很乐意你们撤资走人。我要是真有这么疯的话，在场的诸位，你们是觉得堂堂云城首富霍少霍石景是傻子，所有的人都是傻子吗？我要是真有这么疯的话，半个月前霍夫人怎么可能同意我当她的儿媳妇？怎么可能还让我进她霍家的门去冲洗？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，我可怎么感觉他话里头把我们这些股东也给骂了呢？老李，不用怀疑老金，这个霍少夫人她就是疯了，这话里话外把自己和石井都给骂了。可是霍少夫人，这些照片和事实要是捏造的话，那又有谁和你有深仇大恨呢？对啊，居然在你和霍少即将订婚的前一刻搞这种事，他该不会是霍少的狂热追随者吧？现在，请所有记者朋友们和想知道真相的群众跟我来，我霍氏即将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澄清一些问题。AI 合成确认的3项铁证：1. 颈部接缝，像素断层；2. 光影折射角度违背物理定律；3. 原始录音中夏仅仅说老公植物人后紧接环境杂音，而热搜版本被精准切入，找男模乐呵的剪辑点。经我们查实，恶意剪辑的原始文件 IP 归属思兰的私人会所，购买热搜的资金由夏小媛的账户中转。之前骂霍少夫人的都出来道歉，明明是思兰和夏小媛这对狗男女栽赃陷害。哎呀，反转啦！热搜这照片和录音全是 AI 合成的，这思兰也真够毒的，买热搜泼脏水啊！思氏股票一眨眼直接跌了30个点，直接跌停了，活该。
夏青青她不应该躲在家里哭一阵子的吗？别慌，还有我呢。只要他霍氏家没办法站起来，我们就还有办法扳倒他们。这就乐成那样了，这女人还真容易满足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多，谢谢。这事没完，思佳还得为他付出代价。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司氏的市值要是掉了一半，我们这些年的谋划还有什么意义？他也是想着帮你对付霍家，太心急了些。你少替他说话，就是被你给惯坏的。享受荣华富贵这么多年，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他思兰究竟是谁的儿子？霍家人还真有年来。就是，就前阵子和霍家闹成那样。哎，江总、廖总，两位真是好雅兴啊！好久不见，多多联系啊！司董事长、司夫人、司总、温姐姐，还有司二少，还有豆豆，欢迎欢迎！霍少夫人，此前司家内部管理不善，生出事端，给二位添了诸多的麻烦，责任在我在此郑重致歉。一点薄礼是我个人的心意，聊表歉意，还请二位收下。谢谢司董事长。我明明咬得很深，伤口呢？怎么可能不是他？恭喜霍少夫人新婚大喜，百年好合！感谢司董百忙之中还来参加我们两个小辈的婚礼，之前的事都是误会，现在解开了就好。司董客气了，我们还有事，各位请自便。霍师姐，你注意到了吗？思海手上居然一点伤都没有，我明明记得我咬得很重啊！晶晶，你确定那天晚上咬的是思海？毕竟那天晚上黑灯瞎火。确定。不论是从身形、声音，还有他看人的眼神，化成灰我都不会忘。可伤呢？难道是我想差了？可那人明明已经死了20年了。管家，去楼上把我的相册取来。是，夫人。20年前，咱们霍氏是靠着煤矿起家的。思海、思阳是你已故公公最信任的左膀右臂。你看，思海、思阳，这人的耳朵。那年思阳独自采矿，意外发现了金矿脉，而他哥思海起了坏心，暗中绑架了振东，然后他独自采矿。后来矿产爆炸，思阳就拼命救出了振东，可他却永远埋在了矿里。自那以后，振东便重病瘫痪，思阳尸骨无存。可思海趁机脱离霍氏，凭着不明来历的资产自立门户，现在发展壮大到仅次于霍氏的存在。不明来历的资产，怕不就是那座金矿？那既然事情的真相是这样，那为什么我父亲明明留有证据，在临死前也不愿意揭发思海？那是振东对思阳的死心存愧疚呢。不，妈，思阳可能没有死。那天晚上我在仓库，咬伤的人耳朵上就有这颗黑痣。晶晶，你确定？如果思阳没有死的话，而是躲起来了，那他这20年是躲在哪儿呢？找时间去思家探探不就知道了。
好，我相信你的直觉。不过这一次，我得跟着你，寸步不离。寸步不离，这家伙是在关心我。好了，翻旧账的事随时都可以。可是你们俩的喜酒啊，宾客们可都等着喝呢。来吧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来。等着吧，整个司氏，我必将取而代之。还有霍氏，凭什么享受这种风光？等父亲的计划成功了，看我把你们踩在脚下！年轻皇子，我们先完婚。完婚？你这话说的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？请保持安静。请新人交换戒指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感觉他好像真的有点喜欢我了？不是吧？我干嘛？肯定是错觉。错觉？难不成你后悔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夏锦锦做人做事怎么可？夏小媛，她怎么在这儿？夏锦锦，你个假货！我绝不允许你过得比我幸福。等着吧，思兰哥哥很快就会毁了霍氏，让我比你嫁得更风光。他不喜欢这个夏家真千金，要不要我让燕之偷偷把人撵走？不用，今天大喜的日子。豆豆，今天干嘛漂不漂亮？漂亮呀，就是比妈妈差一点点，对吗，妈妈？小没良心的，你干妈为了救你可是拼了老命呢。豆豆，你想不想邀请干妈到家里去玩？可以，是明天和后天都可以。我的乐高战舰还没拆呢。豆豆别闹，干妈可能还要去度蜜月呢。你看着，我觉得挺好，思少。而且高中毕业之后，我也没去过你家。那行，那霍少夫人，我们就随时恭候大驾了。嗯，走了，拜拜。快请进，没想到你们真的说来就来了。这会不会太过打扰？司董和司夫人他们不会啦，我公公和婆婆他们一般这个时候都不在家，思源跟小叔呢就更不用说了。就是专挑你们司家没多少人在的时候来了，燕之还为此喂了好几个小时的蚊子。霍叔叔，我们来拼战舰吧。说明书呢？前2天逛街的时候看到一款丝巾，配色跟你上次戴的项链特别搭，是不是水波纹那一款？那款我托人找了好久都没有货呢。柜姐说全云城就只剩2条了，早知道让她给你留1条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把刚出炉的曲奇给端过来。辛苦啦。豆豆，豆豆，平时爷爷对你好不好呀？好呀，他给我买了空中飞机、变形金刚，陪我看动画片、打游戏。那他有没有突然变得很凶的时候？没有，就是我拍的是假爷爷。假爷爷？对，他就在这里，我录下来了。他手上还有牙印，我也不知道他猜车会干什么。但妈，这件事不能告诉妈妈，妈妈会生气的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前天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来尝尝刚出炉的曲奇饼干，豆豆念叨了好几天的。喂，阿锦，别整天板这个脸了，你这样啊，将来很难讨到媳妇儿的。讨媳妇儿？
是啊，要是没突然出车祸病死，或许我这辈子注定和高中时设想一样，孤独终老吧。对了，思源高中一毕业，好像买了辆甲壳虫，我那会儿就想来看看的。不过两家都有事，现在还在吗？那个时候应该是霍家掌权人霍震东病故，而公公也把养在外头多年的现任婆婆和思兰接回家里来。霍少突然提这个，肯定别有深意。还在呢，思源跟宝贝一样供着，每个月亲自保养2次。霍少要看吗？这边请。霍少，少夫人，你们来了。这样子下去还能查出什么呀？不行，事情还是得摆在明面上说。温姐姐，你们相信我夏锦锦？你们这是，或者说，你们值不值得我霍世锦的信任？阿锦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咱们从小学到高中12年同窗，我思源什么人，你不清楚吗？锦锦，我信你。这不只是因为你是豆豆干妈的缘故。好，那你们现在冷静，听我说。我们怀疑思家有2个死海。我们怀疑思家有2个死海。没想到你们也发现了。其实我跟我老公早就有所察觉。可是公公他，你们是把这件事情告诉那个司董事长了？没有，我在家里面装了监控，想查查到底怎么回事来着。结果监控在第2天就被人拆了。我猜你们一开始是怀疑思兰拆的监控，没想到司董事长自己站出来认了。他说呀，我们把他当成贼防着。其实纠结怎么回事没用，事情还得从根源解决。根源？对，你们家也没有密室密道之类的。就比如这车库里头，豆豆前几天说拍到了贾爷爷，手上还有牙印。对，那个贾爷爷样子好凶啊！我们在收回南城地块的时候，发现有人阻止我们收回那个好地方。10天前，在调查污染源时，我这个莽撞的妻子咬伤了四海的手。可他的手上什么伤都没有啊！豆豆乖，以后贾爷的事情除了我们谁都不要说，尤其是爷爷奶奶和二叔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奶奶和二叔从小就不喜欢我，干妈说二叔想绑架我，逼爸爸做我不愿意的事情。豆豆乖，不怕，干妈保护你。不行，小男子还应该保护妈妈和干妈才对。豆豆真棒。这孩子，要是我和他也生个孩子的话，应该也……要是我和他也生个孩子的话，应该也挺好的吧？哎，阿金，盯着我儿子和你老婆想什么呢？这还用说？霍少肯定是想跟锦锦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。什么啊？他在想这个？真的假的？先不说这个了，说正事。你们家到底有没有密道？是有的，有一个老的防空洞，不过呀，老早就被堵上了，根本通不了人。在哪儿？去看看。就在那儿，走。就在这儿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都堵死了。这看起来是实心的，可为什么豆豆说抛到我会在车库里？需不需要我帮你找个更权威的汽修团队，帮你把车库里的车都检修一遍？你是说，他们绑架豆豆不成，现在要直接要我和暖暖的命？所以你要更积极的配合我，找到其他密道存在的可能。所以你要更积极的配合我们，找到其他密道存在的可能。
和二叔和贾爷爷太坏了，我不要在这个家里待了。干妈，快带我和爷爷走。傻孩子，要按照20年前那桩旧案的说法，你爷爷才是最大的大坏蛋。这么多事，难不成真的是婆婆和二叔所为？阿姐，吓了孩子了。商场如战场，这道理你我8岁就懂。难不成你想告诉我，你想教自己的后代有一颗赤子之心吗？行了，我知道我说不过你这冷面爷王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吧。那好，去排查。没想到司家果然是因为私采金矿发家的，比霍家还小2圈的别墅，居然暗藏8个密道或者地下酒窖。虽然10有8九都是赌疯了，但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总算在后花园花房找到有人通行的密道和一些关键线索了。没必要那么激动吧？那我们先去忙了。阿锦，一切就交给你们了。这辆车的车牌，这不是霍时锦的专用座驾吗？他怎么突然到司家来了？霍时锦，你们霍家很快就会玩完了。霍少，毛发和血液的 DNA 对比结果出来了，怎么样？和数据库中20年前思阳的数据完全匹配。确定是他？霍少，这是在怀疑我的专业能力啊！苍天有眼，真是不枉我跑前跑后的忙。的确能力出众，卓有成效。咱们差不多该收网了。对，20年前的旧案，还有这阵子的糟心事，思阳、思海一个都逃不了。思兰啊思兰，大局已定。我看你这个书中的男主还有什么翻天的本事？事情仅仅，我刚接到司家电话，司海董事长重病卧床，让我和你们去做个遗嘱见证人。什么情况啊？咱们上次去司家打草惊蛇，没想到暗处那个没动静，明面上这个倒是先黄了。难道他还干了别的事儿？怕我们查出来更多，所以想把烂摊子甩给思源跟思兰？可能还有别的用意。总之，我们先去看看他这个戏要怎么演。我怎么闻到一股执法者的味道？你提前报警了？我猜是思海自己叫来的。贼喊捉贼啊！情况怎么样？霍夫人，霍少夫人。干妈，有些人真是越来越认不清自己的地位了。明明自己是个假货，这种场面敢往前凑啊！司二少这话说的酸得很，我身份再差，也比你这个私生子的身份强多了。怎么，今天说话这么生气，是觉得整个司事早晚都是你的了？行了，都少说2句吧，爸还等着呢。张律师，你可以开始了。司海董事长决定，司氏集团未来全权交由长子思源继承，名下资产半数捐赠慈善机构。思兰无任何继承权，且司夫人与思兰即日起搬离司家，净身出户。怎么可能？遗嘱是假的！爸，你别信！天哪，老头子，我在司家2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就算不为我着想，也得为思兰着想啊！思兰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啊！亲生儿子？思兰真是我儿子吗？二弟，我的好二弟，
这些年你一直躲躲藏藏，甚至躲到私家里来。现在看到我立这样的遗嘱，你真的还沉得住气？终于要现身了。别动。思瑶，你果然没死。大嫂，别来无恙啊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倒没想到霍家还有人肯认我这个死人。你这张脸，难道你真的是我二叔？思瑶，振东为你当年的死可是愧疚了半辈子，他到死都还念叨着你呢。愧疚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！当初要不是大哥过于古板，不肯听我的碰的金矿，他思海能起贪念独吞，策划绑架，我能落到今天的地步吗？所以你就暗中策划，让霍世锦出车祸，还找人给他下毒，甚至想吞了整个霍氏。是又怎么样？思阳，我的好二弟，我要的就是你这些证词。怎么急着送我进去是吗？我要是有事，你也跑不了。哼，我可是司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杰出的企业家。你觉得执法者会信你，还是信我？妈的，管谁爱信不信！你死都不肯把司氏集团还给我，我就先送你下去，给大哥赔罪。举起手来，不要做无谓的抵抗。快追！你得通往后山，快派人堵截。三组注意，三组注意，目标往西山去了，那里有悬崖，速度放慢。收到，正在高烧。动静还真不小。放心，跑不了。二弟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这滋味不好受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没种的家伙，你就笑吧，我看你思海还能笑到几时？都带走！警察同志，你们弄错了吧？我是思海，司氏的董事长啊！这是霍少和少夫人提供的20年前的完整证据链，你现在身上涉嫌金矿私采、绑架、谋杀、未遂等嫌疑。大哥他当年留有证据。思海啊思海，你真以为大哥这么好骗？当初要不是我在矿里拼了死命的救他，你我那点破事他早就抖落出来了。你以为你还能当什么司氏董事长？那我呢？我当时还小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偏不抓我。你是最近发生的事情，你涉嫌证据伪造、绑架、洗钱、诽谤，等回去再说吧。都带走。结束了。是，总算是结束了。霍师姐，豆豆说他想让我不准留下来陪我。可是我已经答应带豆豆去放风筝了。复健需要陪护。你今天怎么回事？都已经练了3个钟头了，做复健应该循序渐进，干嘛这么拼？妈上次说生一个孩子给10%的股份。啊？他怎么突然提这个？我看你也挺感兴趣的，而且还说一个人不行，所以我在努力。谁期待了？谁要跟你生孩子？霍氏在我们结婚前开发了一个温泉度假村。哦，有山有水，风景也挺好的。而且你替嫁过来之后，一直应付这个应付那个，一直没歇着。谁应付？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不要去度个蜜月？谁要跟你度蜜月？你对我一直就没有好脸色。哦，是谁忘了？我之前还夸某人工作卓有成效来着。那是两码事。所以，愿不愿意？这里信号弱，得往东南走200米才有个。万一迷路了，那就做个标记，往沙滩走。你看，那里应该是猎人做的陷阱，记得绕开走。
毕竟咱们要在这玩1-2个月呢。I've been skipping stone, looking for the road way. I've been feeling low, living on the mountain. I've been on my knees, waking on the rock. 现在可以吗？你要对我轻点。I'm sitting in the dark, 그 어두운 방 너와 나만 Sitting in the dark, 그림자 사이 피어올라.哥，大事不好了，思兰放出来了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操作的，说是那些事儿证据不足，只拘了15天，昨晚就出来了。哥，我一直在找，但还没找到思兰。哥，我一直在找，但是还没找到思兰。你派人去夏小园的出租屋盯着，他俩应该还有联系。明白。需要多派些人手吗？还有嫂子那边……你这样不就惊动夏小园了吗？还有，仅仅这儿不用你担心。谁呀？一大早就打电话。公司的事儿，项目出了点小纰漏。撒谎！我刚刚明明听到陆嫣之慌慌张张的声音。肯定是他又闯祸。就你气的，要不要再睡会儿？我们中午去吃大餐。不要，我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去沙滩。这女人做事冲动，思兰的事不能让她知道，免得添乱。居然忘了拿换洗衣服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这套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这套？说不定是恶作剧，别小题大做。客房服务需要更换布草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张姐，罗嫂，要是两害一生，我现在捅死你！到底想做什么？霍师姐，你别过来！思兰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先放了他。有什么需求，我都满足。满足？我现在一无所有了，你能赔得起吗？别过来！再给我杀他！我知道你需要钱包，1辆车1000万，我现在就能给你。你敢这么好心？我老婆在你手里，我能耍什么花样？这度假村是我霍氏开发的，后山有个别墅，里面常备陷阱。你现在去那儿取，没人会打扰你离开。别想把我引到偏僻的地方去设埋伏。我不会拿他的生命开玩笑。好，别杀我，不然我先杀了他。从这里穿过去最近，5分钟就能到达别墅。要是敢骗我，你随时可以动手。快逃！就是这里了，他能不能脱困，就看这里了。
别墅在哪儿呢？别给我绕路！崴脚了。钱就在那石头边上的箱子里，我让人提前放了。最好不要骗我。金姐，马特，我是金，你敢阴我？金姐，金姐，你等我。该死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？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有没有摔着？金姐，我喜欢你，其实我早就离不开你。霍师姐，师姐，你不准睡！你昨天晚上那么欺负我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四书记，你让我打个电话呀！师姐，其实我比你喜欢我，更早的就喜欢你。从你醒来要跟我离婚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开始在意你。我不允许你死，你醒过来！受伤了，救命啊！师姐，你再等等，我喊两嗓子，肯定就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哼，夏青静，你还真是命硬。夏小媛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没想到吧？我是一路从出租屋跟着思兰过来的。哼，之前真是瞎了眼。思兰她就是一个废物，没有一件事能做得成。哼，现在只能我自己动手。你和霍司机都该去死！哼！夏金静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。不行，我必须撑住。师姐害。住手！住手！放开我！他们都来死！他们终于来了，他的腿，救他。师姐。师姐，嫂子，你不能动！师姐在哪？带我去见她。你刚醒，还在输液。让开！霍少跳入坑底，导致腿伤复发，牵动着原本就脆弱的脑神经，现在陷入深度昏迷。他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下降，最坏的可能是再次成为植物人。姐姐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你带我去见他吧。少夫人，你现在的状况不合适。谢医生，我求求你，你让我去见他吧。叶芝，让他去。可是他，我说了，让他去。现在他们两个已经分不开了。师姐，你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？又动不了了，又成为植物人了吗？他，静静还在我身边吗？师姐，医生，快点别动了！
霍少只是身体条件反射，并不是自主意识，身体的各项指标比之前是植物人的时候更弱了，情况还不乐观。姐姐，这不可能！我明明看到他动了的。我们先开会研究一下。姐姐，你稳住啊！你先回去休息，这里有我。我不，万一时间醒过来看不到我怎么办？姐姐，就算是守着，你也得先吃东西。你看你这3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了，要是这会儿他醒来，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能安心吗？锦锦乖，好好吃饭，我会好起来的。你先喝点粥啊，儿子，你快点醒来吧。师姐，你还记得我嫁进来第1天，我就要拔你氧气管，你醒来第1件事情就是要跟我离婚，你还总是凶我。可是我知道，你是不想让我卷进那些破事里。上次那个情况也许只是巧合，这次还能行。死马当成活马医，总比现在这样干耗着强。锦锦啊，谢医生的话你也听到了。石井啊，他这次希望不大。锦锦，你就别耗着了，我认你当女儿，你找个好人家改嫁，好好过日子去吧。我不，我只要他。锦锦，你这样妈看着难受。霍师姐，你听到没有？你要是再不醒过来，我就立马改嫁。找个比你高、比你帅、比你有钱的，我3年抱俩。又想找其他男人，我绝不允许。师姐，师姐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嫁给别人。你终于醒过来了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！快，云珍，快把我放下！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这简直是医学奇迹啊！脑部神经恢复的速度远超预期。不，我倒是觉得这是真爱的力量。你说是不是啊，嫂子？就你话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，像一张开启追捕每一股权转让协议，霍氏集团50%的股份已经转到你名下了，你知道该做什么吗？你这是用集团捆住你一辈子，看你往哪跑。那我就勉为其难跟你过一辈子吧。职业母亲援助计划下周正式启动，想请你当财务督导。我啊，上次查思阳和思海的账就能看出来，而且呀，你生性爱钱，肯定会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你这话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？当然是夸你了，这活啊，非你莫属。行吧，看在你这么有眼光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当这个官。老天爷保佑，保佑锦锦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个大胖孙子，哎，孙女也行。对，老天爷保佑，保佑我嫂子和小侄子，或者是小侄女平平安安。你干嘛学我啊？这不紧张吗？你省心一点行吗？恭喜霍夫人，恭喜霍少，是对龙凤胎，母子平安。是的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好。辛苦了。